走吧。众仙尽皆点头。多宝道人划开一道土洞，几个人顿时消失不见。于是片刻后，哼，某个部族中，一对年轻夫妇目光露出了几分幽冷，对视一眼，心声交流着。洪荒炼气是高手，不过如此。我们安心潜伏，待实力足够，就控制更多的炼气士为我们所用，击溃玄都城。突然间，两位想笑就笑嘛。这一对年轻夫妇悚然一惊，立刻就要站起身来，但是各自还未有动作，已经是被混元金斗给倒扣住。云霄仙子和李长寿相视而笑，待处理了域外天魔，将这一对夫妇放归原处，送入丹药，跳回土洞中。赵公明赞叹：长庚料事如神，当真厉害。侧旁的地藏微微撇嘴，刚才不过是水神开口快了一些，让他们外出转一圈就折返，再让谛听监察整个小千世界，发现了3处漏网之鱼。哼，这一点我地藏也想到了。多宝道人纳闷，天道为何就直接撤了神雷呢？此地天道之力较为薄弱，容易被天魔蒙混过去吧。李长寿如此解释着，地藏淡然道：最好再等半日或是几日。不可，若还有漏网之鱼，对方定有警觉，这般只是浪费时间。哎呦，我还要忙着给玉帝和王母的历劫神上课呢。刚刚玉鼎师兄念的经文之中，有一段经文让这些天魔反应强烈，你我还是按此前一般分头行动，再在这天地间走一遭。这一次全力念诵驱魔咒文，先是挨家挨户搜查，谛听多受累，监察各处，若有错漏，唯你实问。谛听浑身一哆嗦，差点把地藏给掀飞了，低吼道：水神放心，咱定拿出主人都没见过的实诚手段。地藏的脸都黑成锅底了，随手抄出一口铁锅，对着谛听就摁了下去。半个时辰后，漫天遍地的诵经声中，一道有些恐怖的巨大黑影冲天而起，意图逃回混沌海中。而这黑影借着他所夹裹的那名少年之口，对着这群洪荒高手破口大骂：谁再敢说我们域外天魔奸诈，你们才奸诈，你们才是魔，道魔。当金光照耀，数道流光砸碎这数百丈直径的黑影时，那少年默默地流下了2滴漆黑的眼泪。洪荒太可怕了，咱们拼死进来图个什么？大人。天边那漫天黑烟被金光冲散，太乙真人叹道：怎么感觉这天魔有些死不瞑目？几道身影自远处飞来，多宝道人掌心提着那名被天魔夹裹的少年，手掌轻轻一震，这少年的身躯化作了一抔沙尘，飘洒在这天地间。赵公明道：那少年没得救了，魂魄都已经被天魔蚕食干净了，看来这头天魔呀，并非这次抵达了此地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，注视着那些闪烁着浅浅金色的沙尘，略微有些出神。虽潜藏最深的域外天魔被逼现身，但是在李长寿的坚持之下，诵经声依然多多持续了一阵。待几位仙人再次碰头，多宝道人操着有些不太确定的口吻嘀咕道：这次应该没了吧？道视线看向李长寿，李长寿沉吟几声：还说不准，世事无绝对。太乙真人笑骂：你是想将这片小天地重炼一遍不成？都已数管齐下，还能有什么错漏？李长寿对太乙真人微微一笑，心想：稳道当无止境矣。长庚，接下来的事儿你来安排吧。多宝道人笑着让出了指挥权，自是给了李长寿一个选择。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了，该卸的墨可以卸了，该杀的驴也可以多谢多宝师兄。李长寿拱拱手，而后便看向了一旁西方教来人与来寿。
地藏道心一紧，谛听夹紧后腿，齐齐看向李长寿。李长寿却笑了笑，对着地藏拱拱手。此次检出天魔隐患，谛听功不可没。正所谓能者多劳，接下来不如就请谛听在此地多留守一段时日。地藏微微一笑，水神之言也算在理。太乙真人双手揣在袖口，瞧着谛听悠然道：正主还没发话，你乱答应什么？地藏虽然已经做足了应对太乙真人阴阳怪气的准备，但是此时依然忍不住面色发黑，气息不畅。一旁的赵公明和多宝道人都笑眯了眼。此次倒是李长寿为地藏解了尴尬。李长寿岔开话题：各位师兄，咱们是否要去玄都城看看？也不知那里的战局是否平稳了。不可。多宝道人一口回绝：若玄都师兄不开口求援，咱们不得随意踏足。这是玄都城上古时定下的规矩，域外天魔的神通诡谲莫测，咱们贸然前去，说不定就让其有机可乘。听闻此言，李长寿也不免有些疑惑。云霄仙子柔声道：此前就曾有过这般情形，擅作主张驰援玄都城的高手被天魔所趁，在城中引发大战，让玄都城防线几乎失守。此时玄都城中多为神通凝坐的道兵，也是因此事。道兵？哦，这倒也是听大法师说过，没想到还有这些内情。李长寿微笑点头，打消了让有秦玄雅来此地镀金的念头，就此事多问了云霄仙子几句。当下多宝道人开了一个土洞，几位仙人依次飞入其中，回返五部洲之地。待土洞闭合，地藏低头看着身下的谛听，额头渐渐迸发出了10字青筋。谛听雄壮的身躯哆嗦了一下，连忙在心底传声：主人，你我在水神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。哦，是吗？地藏默默地从谛听背上跳下，在袖中取出了一杆降魔杵与一方手帕，轻轻地擦拭着。谛听向后退了半步。主人，您难道不认为是咱这次表现突出，才让水神放咱们一马？嗡的一下，降魔杵在轻轻震颤。您莫非是在质疑我对你的赤诚之心？哎呀，在白泽前辈所做的精怪图中，咱就是忠心的象征啊！主人，有话好说嘛。忠心你就给我站住！主人，您把帐子收起来，咱们再谈。混账！哎，我当初怎么就收了你啊？主人，您不能翻脸不认受啊！站住！主人，你就是斗不过水神，硬撑着也没意义。朝阳的光辉中，一条青毛大狗在空中奔驰，一名身着宽袍面容清秀的年轻道者举着降魔杵在后面穷追不舍。那些刚经历了天魔之乱的人族部落中，不少身影远远眺望着这一幕，露出了少许笑意。玄都城大阵外，玄都大法师站在一堆堆黑泥中，看着前方混沌海里那四散逃窜的黑影，略微松了一口气。长寿那边应该处理好了吧？大法师沉吟几声，又有点不放心。毕竟天魔较为狡诈，自家师弟虽然做事周全，但总归是比较单纯的。对，单纯。南州苏市，那座近来因某大贤而热闹异常的大城中，书院门前7名少男少女已经是站了一个时辰了，从日出时分便在此地。本来他们也有点微词，觉得穆先生失了约，可当话有明道一句，这应该是先生对咱们的考验。这群少男少女顿时打起精神，站在门前静静等待。3名今日没有蒙面纱的少女不多时便俏脸生汗。华有明也是在猛然之间豁然发现，这个可恶的夏凝霜长得还挺好看。
虽还是少女形貌，不如弹曲儿的莹莹、花楼的婷婷和双双那般，身段妖娆，让人一眼看过去就浮想联翩。但脸蛋清秀可人，越看越觉得……看什么看？夏凝双柳眉一竖，哼道：“哼，若非先生不让戴面纱，总归是不想给你这般轻浮浪子看去了模样。”华有明的嘴角轻轻抽搐了几下，觉得啥？这就是个凶悍妇人，以后谁娶了，定要被他欺负一辈子。哎呀，惹不起，惹不起，老老实实跟先生学本事就是了。吱呀一声，书院的木门被拉开，李长寿扮作的中年文士出现在了几人身前，打着哈欠道一句：“进来吧。”华有明瞪眼：“先生，你刚睡醒吗？”昨夜狂风骤雨，外出斩妖除魔，回来之后有些困乏，就小憩了一阵。此言一出，华有明和其他3名少男的双眼瞬间就被点亮了。3位少女也有些好奇，华有明忙问：“当真有妖魔吗？”李长寿朗声大笑，待他们7人入内，就将院子木门关合，负手走在石板路上，温声说着：“这天地间，人是主体，但万物开了灵智，就称之为万灵。正所谓人灵仙魔妖鬼，世间自都是不缺的，只不过在这南赡部洲之中，在咱们人族聚集之地，其他较为少见罢了。所谓妖魔，灵心术不正为妖，人丧尽天良为魔，如此罢了。”华有明眨眨眼，仔细思索这般话语，心底又泛起了少许奇特的感觉，将这些话语尽数记下。入得竹屋，李长寿打了个哈欠：“你7人先商量一下具体选择哪班功课。先生我再休息一阵，待午后与你们授课。”言罢，李长寿躺在摇椅上，不多时就闭目起了鼾声。其实这只不过是做一个样子，心神挪到了本体，与云霄仙子在3仙岛上散散步、谈谈心、喝杯茶水，中午才告辞离去。与仙子这般相交，确实是让人颇感舒适。秀色可餐，软声可闻，清香入鼻，更有海光山色，当真是洪荒一绝呀。李长寿的本体溜回渡仙门的小琼峰，找了一个舒适的角落藏了起来。这一次却并未主动交还塔爷和乾坤尺。灵娥还在外历练，李长寿如此也可以做一手准备，足以应对绝大多数意外情形。灵娥倒是一直安稳得很，在防阵中逛逛街、喝茶、买。虽然也在思考如何登上万寿山，但总体颇为悠闲。黑池峰上，李长寿的指导人睁开双眼，白泽在旁笑着凑了过来：“域外天魔都解决了？”“啊，解决了。那谛听的神通当真是好用啊。”“这就是域外天魔的克星。”白泽刚想打个比方，突然就想到了自己，也似是被眼前这位水神克制，笑容渐渐收敛，坐在一旁失意地叹了一口气。李长寿这一次当真是有些不明所以了。白先生这是怎么了？水神让贫道静一静心吧。啊，白先生随意便是。李长寿关切地观察了白泽一阵，发现白泽并无异状，这才开始忙碌旁事。把地藏和谛听留在那一片小天地，不过是李长寿这一套算计的一部分。凭什么只能西方教出手分化我们道门3教，而我们不能搞一搞西方教的心态？天庭水神府，李长寿换了一句指导人，端着拂尘走出了府邸，朝通明殿而去。半个时辰后，天庭对外发布了一道檄文，这檄文被天兵天将送去了中神州各大防镇，送去了西牛贺州灵山，撒在了北周妖族起兵聚集之地。这是一封嘉奖信，
信中言说，天外有域外天魔作祟，闯入三界之中，意图残害生灵。幸得天道之引，圣人老爷准许，道门三教各出高手，凭借地藏之高义与地听之神通，将混入三界之域外天魔一扫而光。天庭的檄文中只字不提西方教3个字，但对地藏之高义、地听神通之玄妙大加赞赏。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奖赏，但给了地藏颇高的名望。接下来就是等地藏和地听从远方回返了，到时他们应该会特别感动，地藏的表情估计会特别好玩。可惜啊，李长寿是无法去灵山亲眼见证了。西方教内部那群老道会因为此事妒忌地藏？哎呀，不可能，大家都是圣人弟子，圣人记名弟子，不可能没有这么一点容人之量，见不得他人优秀的吧。午时未过，南州俗世某座大城的书院中，李长寿笑吟吟地睁开双眼。7个少男少女已经是用过午餐，此时正在收拾餐盒。华有明明显没有做过这些，有些笨手笨脚的把这个木盒包好，拿了一根牙签剔着牙，眼珠子时不时的朝着旁边看一眼。夏凝霜正在喝茶，姿态端庄，举止优雅，处处透着一股大家闺秀的风范。李长寿清清嗓子招呼一声，你们可定好功课了？那7个人纷纷点头，倒是那华有明关心地问了一句，先生，你不用午膳的吗？不用，我非凡俗，不必进食。